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频道，我是杰克，我是 Winnie。今天影片呢，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叫做 Project 开箱，对吗？对。那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什么 Project 呢？其实你们看到我们背影有没有很熟悉嘞？因为后面就是第一通道。所以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影片呢，就是富丽公主丸 R&F Princess Cove 的第2期 Phase 2。对，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呢，我是想说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开箱，因为讲真的，多数的开箱影片哦，很多 agent 他们开箱就普通的单纯去开箱房型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呢，想在我们的频道哦，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比较 informative 的东西，就是除了单纯的开箱这个房型之外呢，就想让你们更深一步的去了解到这整个 project， 包括发展商是谁啊，这个项目附近啊有什么东西，还有这个区域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它的规划会是怎么样。因为哦，其实杰克本身呢，他就不喜欢那种很 salesman 的 talk， 这样子去介绍那种 project 啦。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买家啦，就是如果我本身站在一个买家角度，我是不是太可以接受那种 salesman talk 的 agent， 就给我讲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我是比较喜欢 informative， 然后也希望在看影片你们可以知道更多一点啦。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这个 project 的话，所以呢，现在就来先让大家认识一下 R&F 的这一个品牌。首先呢，就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R&F 这个品牌啦。富丽地产公司呢，它是来自于广州的，成立于1994年，基本上是跟我年龄一样啦，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我几岁了。那么它的企业实力呢？它是有开发那种5星级的酒店啊，第1级就是 First Class 的那种写字楼，所以它的实力呢是有打造第1级写字楼跟开发5星级酒店的很好的经验呐。所以差不多到2016年的时候呢，它其实在中国的28个核心城市里面已经开发了接近160个项目了。至于海外发展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哦，在马来西亚啦，就是新山这一区是他们第1项在海外的项目。差不多在2013年的年尾左右，富丽它就斥资了一个45亿令吉啊，购买了新山的这一块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暂住的这个地方116个 acres。那么其实它不单单有在新山、马来西亚、澳洲都是有开发项目的。如果你们要仔细资料的话，可能可以去到他们的官网看看。所以这个就是富丽公主丸的整个发展蓝图，对吗？其实不算是，因为它这个是小小个的。OK， 我们走过来这一边，众所周知，这一个呢是第1期咯。第1期它会有一个连桥，去到 CIQ 的。之前我的影片是有拍过了的，大概650米左右。所以这边是第1期，然后第2期即将要完工，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一个是后面的咯，差不多即将要拿锁匙了的，差不多年尾或者是明年年头左右啦。OK。然后它未来的发展呢，这边会有一个 hotel， 已经是签了 MOU 的 Hyatt Hotel 来的。这一边的话是第3期咯，第3期的话没有那么快啦，可能明年还是后年才会 launch， 这个不一定 to be confirmed， 但是肯定它的价格会比较贵咯。在后面那边呢是第4期，在后面就是第4期了，就在第2期的隔壁。OK。富丽公主湾呢，它的主要规划哦是开发集合住宅、商业、滨海休闲娱乐、5星级酒店以及第1写字楼为一体的，就是我们所简称的 Mixed Development。建成过后呢，将会是全球第1个距离新加坡最靠近的超大型的国际滨海综合社区。然后呢，也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国门地标项目。那么其实哦，讲它是最靠近新加坡的住宅，但是啦，它并不太靠近这个 CIQ。对，所以其实它第1期会比较靠近，因为还有连桥嘛。但是第2期就会比较远一点哦。但是总的来讲哦，是最靠近新加坡的住宅嘛，它是。对。现在呢，就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第2期的房型啦。它的 show unit。对，这个呢就是 master plan。这一边也是富丽的地来的。刚刚讲到买的那一整块地是有涵盖了这一边的，这一边没有那么快啦，估计应该也是10年后的事情了。在Phase 2哦，它总共是有10个 block， 一共啊是有3724个 unit，1楼到7楼啦是属于 car park 的 area， 8楼是它的 facility，8楼也是有 unit 的，8楼到49或者到50楼是 residential unit。OK， 然后每一层呢会有4个 lift。对，然后有6到7个单位，它的那个密度也没有讲很高，对不对？如果是讲一层只有6个unit，算是啊。
然后每个单位是有 free 一个卡巴，总共有3层的保安。3层保安是怎样？要不要解释一下？通常就是在卡巴哦，你要进卡巴之前，上到 lift 之前，它还有多一个门的。第3个就是你要上到你的楼层，你必须要用你的卡去 tap， 所以是 3D security。第7呢？第7是永久地契，所以外国人买的话，就好像我们之前的那一支影片哦，外国人是可以买的。好，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showroom。其实它的这一些用料都是 ，as you can see， 都是比较高级、比较天然的。所以现在就大概来讲一下那个建筑的材质啊，它的这个建筑理念风格哦，就是跑比较高端，还有现代国际风啊，类似这样子的。这些就是它的建筑材质啊，只是一些 example 啊。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厕所会有这种插头啦。为什么会有这种插头呢？就是好像我们女士要用水风筒，还是男生要用那种 shower 的话，可以直接在这边 plug in， 或者是如果你要用那种智能马桶的话呢，也是有这种插头可以用啦。因为我们那种普通家里哦是没有插头的，所以如果你要安装那种智能马桶会比较麻烦一点。OK。首先呢，我们就来到这个隔热测试啦。所以for富丽的话，它是用双层的钢化玻璃；普通的公寓的话呢，它只是用那种很普通的单面类的，所以它的那个隔热会比较差。所以现在因为我们是在荧幕关系，没有办法可以感受得到。如果你们有兴趣想买的话，到时候可以带你们来 feel 一下啦。它是双层玻璃啦，就是 DGU 构架的。对，所以就是太阳照进来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隔热啦。DGU 构架哦，就是20mm 的双层玻璃，2层8mm 的玻璃，4mm 的隔空，整个隔音的效果会比较好。打开，关起来，完全没有声音。这样还不错哎。你记得上次我们有去过第1期的，就是之前他的前同事啊，在第1期有一个单位。那整体上哦，我们去的那个感觉啊，不会讲哦，下面很多车辆就很潮，是很 cozy 的。而且我还记得那个 view 是对这个 custom 的，所以风景超美的，我超喜欢的。我记得那时候我第1次上去，有点 wow 的感觉，而且我那时看到他的厕所，我觉得好像在酒店这样子，你懂吗？是。这是我个人，我还没有做 agent 之前我的 feel 来的啦。我跟杰克那时是第1次上去，因为我前同事的 baby 生日，那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次，那时好像也是刚刚建好不久而已啊。对，还不是 agent 啦，就是那时候我们感觉是这样子的，就很 cozy 很 chill 这样子哦。对，所以现在呢，我会带你们看这一个2房1厕834方尺Type B 2房1厕的 layout 跟 showroom。所以基本上呢，你这样子走进来的话，它交房标准会是这样啦。当然你不要看家私那一些跟 loose item 啦，是没有包的。但是它的地上的 furnishing 跟它的那个 plaster ceiling 都是有做好给你了的。哦，就是上面这些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啦。对 ，plaster ceiling 跟downlight， 地砖这些也是，地砖也是一模一样。哦，但是家私就没有啦。玻璃那些全部，玻璃也是一样。刚才我们在外面拍的那个 ，OK，会有隔音、隔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它每一个 unit 呢都会有这种 emergency button， 在客厅跟在主人房一个。哪里有？就是这一边这个 emergency button。所以如果老人家在家的话呢，有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你按它会直接 connect 到去那个 security 那一边，会有人上来 assist 你的。OK。然后它另外一个的 emergency button 是在主人房这一边。所以一间房子里面会有2个 emergency button。对，除非是 studio 的话就1个而已咯。OK。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厕所。哇哦，这厕所的地砖全部都是会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哇，这个就是它的厕所。它的镜子啊 ，shower screen 那一些，这个有包是吧？这个有啊，这个有，然后它的这个叫什么？也是一模一样啊。对，镜子一整片也是有包咯。哦，都是这样子的 furnishing。门这些全部都是一样哦，哇，都是一样。哇，我们家太多了。然后我还记得，我那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就是这一边的发展负责人，还讲说他的朋友之前有在这里打麻将，他的朋友在里面睡觉，外面打麻将，他里面门关着哦，完全听不到外面打麻将的声音。关一下那个门，没有，现在我们听外面是有那个声音的嘛，对不对？OK， 进来关门一下。还有微微一点点，但是就是很 cozy 的感觉。影响不到啦。
这样都比我们家隔音好。Of course， 用料不一样嘛。都再来这一边就是它的主人房。主人房的话，它是有附送这一个衣橱，只有主人房有而已。另外一个房间没有，主人房是没有厕所的，没有，全部都是因为它还是是2房1厕嘛。如果你的主人房里面有厕所，这样子它外面的 guest 要进来的话，就只有通过主人房进去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2房1厕，也是剩下比较多 unit 的。OK。然后这一个 bay window 是 free 的，买卖合约里面的大小呢，它只是到这一边罢了。所以这个834方尺的 size 就只是到这一边罢了。所以这一边的这个空间它是 free 给你的。哦 ，OK。它没有算在那个价钱里面的。OK。只是否这个房型而已啦，全部有 bay window 的都是送。OK， 只要你看到有 bay window 都是送给你的。厨房专门给你煮菜的地方，可以隔着啦。然后这一些厨房柜都是有包了的咯，全部都有包在里面啊。全部都有包啊，但这种杯是没有啦。OK。洗碗盆啊，然后这个煤气炉，这些你看到的都有送。它的煤气是有一个中央系统的，中央系统输出的啦。如果你要换那种电子的也是 OK 啦，看你自己本身prefer哪一个咯。就有一点，现在都是跑这种 gas，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抬上来了咯。类似新加坡，看新加坡也是跑这样子的。中央的 centralizer，然后这个也是有咯。oven 啊，这 oven 也是有。有送 oven？有，这边一整 set 都有送，左边右边的厨房柜都有送。OK。然后在那边就是它的阳台，它的 yard area 给你放洗衣机。这边是放洗衣机。不会很窄嘞，我觉得。它的那个宽度 OK 哦，还有一点就是它每一个单位，如果你要晒衣服的话，在阳台这边它还会有送那种洗衣机。刚才我没有讲到，每个 unit 和它上面这一边，它会有一个架子给你拉下来晒衣服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只是因为这个 show unit 它没有放出来罢了。OK。现在来到的是什么 studio 啊 ？studio。可是 Studio 已经没有 unit 了啦，已经卖完了。Studio 比较抢手一点，500多到600多千，可是已经没有了。就是这样子一间啊，就是单间四四方方咯。可是它交所得的标准不是这样啦，这个已经是装修过了的。Actual unit refer 回刚刚我带你去看的2房，就是交所得的标准。如果是 Studio 的话，之前全部是有包还是没有包？也是有厨房柜，只是它不是这种，它是刚刚那一个2房的。OK， 那现在呢，来跟你们大概讲一下啦，在富丽公主湾的这个项目里边哦，它主要是分为多少种房型？没有记错是5大种，对吗？主要的话来讲是 Studio 就是那种四四方方的，一进到去就是4面墙壁，然后一个厕所。第2种的话就是1房，然后2房、3房、4房跟 Dual Key 双钥匙。大致上就是这几种房型啊，然后在每一种房型里面又会有不一样的款式。比如说2房1厕啊，2房2厕啊，然后2房1厕跟2房2厕的 layout 又有点不一样啊，这样子啦。所以它总共在第2期的话呢，会有18个不一样的房型。可是它总共的 type 来讲呢，就是有5个啦。OK。但是现在主要剩比较多单位的就是2房跟3房，4房的话还有一些单位。所以已经卖完了的话是 Studio 跟1房，还有 Dual Key， 暂时来讲是没有货了的。所以 Studio 是非常的抢手的，非常的抢手。对 ，Studio 跟1房都是比较抢手的单位啦。基本上在这一区的话来讲，因为它的价格没有那么贵，可是你要讲没有那么贵，它其实还是那么贵哦。但是相比2房跟3房之下呢，因为3房都是超过100万了嘛，那 Studio 的话可能500千、500多千就买得到了，所以它还是有它的差别啦。所以很多人还是会拿 Studio。我看到这边有一个 information 是讲它有给可视对讲机，就是讲从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下面的 gas， 就是在外面那个 banner， 就是这个啦。可视对讲机，其实它有很多细节啦，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在影片里面全部都跟你们讲。可是如果你们是想要有它的 catalog 的话，都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这个 WhatsApp link， 我们都可以 send 给你看的。它会很清楚跟你讲 ，OK， 厨房里面有什么啊，主人房里面有什么，它的材质是用什么材料，就比较 detail 啦。我们这边讲的是比较 general 的 ，OK。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可以 click 那个 link WhatsApp 我们都会 send 给你。
现在呢，带你们去看一下，在这个富丽公主湾周边的环境有一些什么东西。第一呢，就是它非常靠近新山关卡，然后如果你去 CIQ 的话，就只需要一个650米就可以到达了。OK， 这边我要声明一下，650米只是那个桥而已啊，从第1期过到去 CIQ，那第2期的话会比较远。所以这一边就是那个连桥啦，从富丽这一边有这个 cover 的 link bridge， 直接可以走到去 CIQ 的650米。所以呢，富丽公主湾附近就是有这一个陈旭年老街，也是蛮多旅客来的一个地方啦。这样子哦，在这边附近啦，有没有比较接近中低价位的食物？中低价位的食物，好像7块钱的云吞面啊。因为其实我们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啦，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些项目的周边生活成本到底是介于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在摸那边消费的数目都是属于比较中高的，对，就想发掘一下，看一下这边周边有没有什么是中低的啊，类似这种前面这边哦，就是比较中低价位啊，它是那种 kopi 店嘛，很旧了哦。就是蛮旧了的。你在这边哦，就可以找到6、7块啊。那么其实哦，在这边啦，你从富丽那边走过来哦，真的是太远了。但它这边附近周围其实都有围绕着，比如说 UTC 这种政府机构。UTC 就是可以做 passport 啊，做 IC 啊。在这里 UTC 做 passport 啊，这些全部都方便。然后银行总部基本上都是在附近，比如说 Public Bank、OCBC、BSN。顺便来打广告一下，这一边是要卖的。这个是什么？这一整排地算是这 building 个 with land 啊，卖18个million。摩根圣约翰啊。对，有兴趣的话可以 PM 我。黄金地段啊，老板们。Jalan Wong Afuk City Square。总的来讲呢，它就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是位于 CBD area， 它的周边的设施都蛮齐全的。OK， 那么现在呢，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对这个富丽公主湾整个项目的一些看法。那 overall 的话来讲呢，我觉得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已经很不错了的。一来确确实实就可以走路就到 CIQ 或者是 RTS， 只是对于 RTS 可能会稍微远一些，在一些比较远的公寓，他们是需要驾车，至少这个走路还可以到啦。总的来说还是很方便啊，因为讲都是在 CBD area， 去新加坡也方便，就是很便捷咯。只是在于它的价位也许会稍微高一点点啦，偏高一点。如果对比其他的项目来讲的话，但是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增值空间还是有的。因为怎么讲，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啦，因为它又靠近新加坡，又在新山的 CBD area。主要你买房就是要看地点跟它的便捷性，跟它以后的发展空间是如何。所以如果是有这个价格上的考量的话，也许可以选择比较偏远一点点的地方。再来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觉得啦，怎么样的人会适合买这里？不用想都知道啊，就是如果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肯定这里可以成为他们首选。因为讲真的，新加坡租金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啊，有看到很多人都会 post， 好像今天我要从新加坡搬回来啊，要开启每天来回生活，因为租金太高什么之类的。在新加坡工作的人，然后会觉得，这里很靠近关卡，一来又可以省下租金，二来又有自己的空间。只是讲要考量的东西是现阶段 RTS 还没有开嘛，所以讲到塞车塞人啊，是一定会要经历的。其实除了在新加坡工作的人以外呢，很多外来的投资者，比如说新加坡人啊，还是其他国家人都会在这一边买来做投资的。本地的人也是会啦，这个就是第二组会选择买这一边的，他们买来投资的。第三组人呢，就是新加坡人买这一边当 weekend home 或者是 holiday home，因为这个价格呢，他们在新加坡只
可以买主屋而已，就是 HDB。那在这边你可以买到比较高级的公寓，而且也是永久地契 ，Why not？ 然后只是隔了一条桥而已。都有收到 inquiry 啦。我这边来大概跟你们讲一下，以目前现在租金我 observe 到的，如果是一个 studio 或者是一房的话呢，租金是差不多可以从2400 up to 2800马币左右啦 ，for studio 或者一个房。那2房的话来讲呢，现在是可以 up to 可能介于2800到3000、3200都有。那3个房间的话呢，是可以 up to 4000到4500，就是大概介于3500到4500之间啦。看你是 fully furnished 还是 partially furnished， 或者是你有没有包car park跟没有包car park等等。然后你是不是比较高楼啊，还是fully sea view 也是会影响到你的租金的。这个就是在富力目前为止的一些租金的趋势。如果你有打算要买来做这种长租啊，长租也算是一种投资嘛，所以你就可以考量到这一方面的这些资料啦。总的来说呢，投资还是要依据你自己本身的 risk profile，OK？这个很重要，因为讲真的，如果你决定了要投资啊，你买了过后你也不可以去责怪任何人，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 accountability 来的。OK， 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希望这样子的开箱你们会喜欢。我觉得这些 information 啊，对一些如果真的想要入手的买家来讲是比较有用的，算是一个很基本的 information 啊。如果要购买的话，其实我们都有卖富力公主湾的项目，但是呢，现在有的这个 unit 哦，就好像刚才维尼讲的，剩2房、3房还有4房的话，也是剩下一点点，其他的都暂时是没有货了的啦。而且现阶段呢 ，cash buy 会比较容易。如果你要讲贷款的话，会比较难啊，所以我不大建议。如果是有打算用现金买的话，可以点击一下链接来联系我们。因为我们有 go through 一些 case 啊，就是蛮多 case 的，就是去申请 loan 的时候有遇到一些困难，所以for cash buy 的 buyer 哦，就是 ready cash buy buyer 会比较容易可以得到这个 unit 啊。而且它的价位其实也非常的高，说大多数，我没有讲全部，大多数的新加坡工作人呢，其实薪水真的会很难 afford 得到的。这边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人的意思，我只是实话实讲general 啦，可能2-3千新币这样子啦，不是那么建议买，因为你的 monthly installment 会很高，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日常的生活费还是什么，就不是那么建议，因为你一供就是供35年，所以那个工期的数目其实真的很重要，你必须要衡量到好来啦，这样子。对，因为你一变成你没有能力供的话，就变成雷龙 K 小了。虽然讲还是非常靠近关卡，但是可能如果你就真的 budget 有限的话啦，可以选比较稍微远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因为还是靠近的。因为坦白讲啦，走路就到的，或者是差不多5分钟车程就到的，很靠近那一些，物价都很高的，所以你们真的budget有限，你们只能往车程10到15分钟，或者是10到20分钟车程的公寓会比较好啦。现阶段市场的价格就是在这个价位的。对，我们也是要会接受现实啦，并不是讲我们故意抬高那个价格，讲你买不起还是什么，因为它事实就是在这一个 area 已经讨到这样子的价钱了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富力公主湾的第3期就快来了，所以如果你们是一些 ready buyer， 或者是真的对这一区非常有兴趣的话，可以 WhatsApp 我们，可以留下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话联络方式，一收到通知的话，然后已经开放售卖了，就会联络你。还有，如果你们想要入手新山或者是 KL 的房产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下面有我们的 WhatsApp link， 点击就可以联络到我们啦。那今天的项目介绍就到这一边。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把我们分享大力分享出去。我们非常的用心 ，OK？然后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话，请订阅我们。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拜拜。拜。